亚马逊和谷歌决定加码投资印度，并呼吁全球公司进行印度制造。亚马逊宣布，到2030年把在印投资增加到260亿美元。谷歌将在古吉拉特邦的国际金融科技城开设一个全球金融技术中心。这里有个问题，真正的制造类企业都没吱声，他俩为啥如此积极？因为他俩一个做平台，一个做软件，本身就是给制造业做配套的，都是轻资产投资。表面看是制造业的好帮手，实际也是制造业的收割机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卖流量和赚差价。美国这次对印度可谓极尽吹捧，算得上有朋自远方来，必先行拂乱其所为。最肉麻的是桥水基金的达利欧声称印度正处在经济腾飞的边缘，并得出一个结论：现在的印度就像改革开放前夕的我们。记得网上有个问题，为啥中文互联网都是印度负面消息？其实也好理解，因为印度总用零和思维对待我们，今天禁你的 App， 明天罚款 vivo， 后天收拾小米和 OPPO， 隔三差五还在边境搞点事，说最恨的话，挨最毒的打，总是充满敌意，少有善意。就这么个响尾蛇玩意，难道要我们当农夫？其实简中网算是全世界最富善意和正能量的网络，主流媒体几乎不咋关注印度，即使报道也大多是新闻类，不偏不倚客观报道。而外网的 CNN 和纽时等主流媒体对印度的报道，那才叫有毒呢。比如纽时对印度社会各种深挖，几十年如一日帮助印度人搞反思，把印度黑得跟地狱似的，让人感觉随时要完。搞得印度人还以为纽时收了我们的钱，这特么跟谁说理去？相比国外主流媒体喜欢报道印度来彰显优越感，简中网关于印度的信息大多来源于自媒体，基本是两边倒，一边觉得印度不可小觑，印度崛起势不可挡，一边认为印度特别埋汰，永远都无法崛起，有钱的时候败家，没钱的时候拜神。我以前也觉得印度不可小觑，毕竟人家能造航母、造飞机、造坦克、造导弹、造卫星，哪怕航母反复下水，坦克趴窝，导弹跟窜天猴似的乱窜，飞机日常摔着玩，那也相当了不起，至少花架子也是个架子。但越是看得多，了解得多，就越发觉得印度制造是道送命题，印度崛起是个伪命题。达利欧说，现在的印度像刚改革开放前的我们，开玩笑了属于是。记得我们刚改革开放那会，大伙都憋着一股劲，5+2无休，披星戴月白加黑，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。我们那边1980年包产到户，到1983年就陆续有人建新房了，3年干出一栋纵向4面墙、横向3间房、高达2层半的青砖房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玩命挣钱、拼命养家，为了过好日子不要命的精神。印度呢？人家文艺复兴，他们日常辩经，满脑子天堂梦、彼岸花来世缘。没有统一语言文字，没有实现土地改革，没有实现普及教育，不仅有2.7亿文盲，还有5亿半文盲。14亿人口，年龄中位数仅28岁，4.7亿年轻劳动力，制造业人口仅1200万。有人觉得庞大的年轻人群体是印度最大财富，是倒逼印度改革的强劲动力。其实这玩意也是把双刃剑，印度改革成功还好，如果失败，那他们就是最大隐患、定时炸弹。这也是印度强奸案频发的根本原因，白天没卵事，晚上卵没事嘛。事实上，印度近10年的改革，除了失败流产的、勉强推行下去的所谓改革，可能连改良都算不上。为啥？因为印度是个超稳态社会，阶层固化非常严重，阶层流动性几乎丧失，黏糊的跟沥青似的。大家都心安理得待在自己的阶层，不去越雷池，更不问宁有种乎。另外，大量既得利益者也不希望改革给印度社会造成颠覆性冲击，所以别看他们今天翻火车，明天塌大桥，后天搞个游行大示威，整个社会千疮百孔，四面漏风。其实这只是微观层面的乱，宏观层面反而稳的一批，整个社会乱而不溃。这一点倒是和美国很像，社会被高度去组织化、去动员化，每个人都是独立原子。
一切以维持局面为最高原则，充分打开容错通道，制造各种泄压阀，让各类人群都有发泄口。想玩枪击，超市有手枪、散弹枪、冲锋枪、自动步枪等，任君挑选。想拿性别谍报，两性人，女变男，男变女 ，LGBT 多达几十种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想抽大麻，那就大麻合法化。纽约首家合法大麻店开业，3小时售罄关门，还充分带动就业呢。印度也是这样，不但没崩，反而基于集体无意识形成了一套自发自为的社会秩序。衣衫褴褛的穷人忙着吃苦修来世，饿了喝水，馋了扇嘴；锦衣玉食的富人安心享受上辈子修来的福报。大伙各有所归，各得其所，大壮和小美都有美好的今天和明天。这里有个问题，大伙真的认为印度是真心实意改革，想让14亿印度人都过上好日子吗？呵呵，就他们那个万事皆零和的思维，用脚抠都知道咋呼成分居多。为啥？比如大力推行平民教育，一旦搞出几亿接受基础教育、睁眼看世界的年轻人怎么办？只要睁开眼，他们是不是得质疑印度社会、宗教和文化的合理性？是不是得问婆罗门和沙地利宁有种乎？还会安心做首陀罗吗？但要想搞印度制造实现工业化，仅靠精英教育又远远不够，更何况印度精英的梦想并不是建设印度，而是润英美去硅谷当 CEO， 那咋办呢？删减教材搞好版教育呗，把元素周期表、进化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基础知识从中小学课本中删掉。为啥要删掉这些东西呢？因为这些东西所宣扬的是无神论，学了进化论，大伙就会知道人类是从猿猴进化来的。不学进化论，印度人就只知道人类是由毗湿奴的化身演变而来。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脑袋都是半成品，会对印度教深信不疑，永远不会问宁有种乎。这就是印度最尴尬的地方，无解的死结。要想获得内部凝聚力，就必须选择印度教来团结民众，获得最大公约数，但却要与现代化和工业化背道而驰。如果选择现代化和工业化，印度社会的凝聚力就会面临瓦解。再说下印度法律，之前印度共有3000多部法律，经过印度政府的不懈努力，现在还剩2000多部，而且都是现行有效。不夸张地说，印度法律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混乱的法律，连印度律师都蒙圈。比如，印度法律规定邮件只能由政府专营，那私营快递能否寄信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不叫邮件叫物件就行。但外资如果在印度做快递业，那物件又可以被认为是邮件，罚款非常双标。比如小米被罚款48亿这事，无论你怎么辩说，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印度政府手里，他可以随意释法，法律在他们眼里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说实话，小米被罚这事对印度制造的影响远超英国沃达丰事件。为啥？其实进入印度之前，小米也咨询过了解印度的资深老教授，得到的建议是不适合投资。但印度市场诱惑实在太大，而且印度对整机进口设置了极高的关税，要想避免高额税收成本，进入印度市场只有在印度建厂组装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大脑会自动加滤镜、美白和磨皮，最终小米还是决定投资印度。2014年进入，2017年就干翻三星，成为印度第1大手机品牌，市占率高达25%，堪称印度制造典范，算得上印度招商引资最成功的项目之一。为啥？因为小米印度的本地化工作堪称模范，聘请印度团队主导市场，尤其是 CEO 蛮牛 Manu， 这哥们日常嚷嚷小米印度是 Make in India 代表。2017年3月，在蛮牛的策划推动下，雷总甚至作为 Make in India 战略的积极响应者，受到了带头大哥的亲自接见。说实话，小米对印度算得上掏心掏肺，人质意尽了，模范到被大哥亲自接见，但那又怎么样？依然被罚得跟孙子似的，无法安稳经营，无法从印度赚取利润。试问还有谁能从印度赚到钱，并把钱带出印度？亚马逊和谷歌吗？
要知道，仅在2022年，亚马逊就被印度罚了2500万美元，谷歌更是被罚2.75亿美元。目前，印度正在追责三星逃税，罚款金额正在酝酿之中。得亏唐僧师徒去得早，如果现在去，孙悟空的金箍棒、猪八戒的九齿霸、沙僧的月牙铲，大概率都会被罚没，唐僧肉肯定得交所得税。在外网，印度人有个非常激烈的讨论：1990年，印度人均 GDP 比中国还高，现在被反超，印度到底出了啥问题？一堆人在那热烈讨论，总结起来大概有这么几点：一是逃避现实。印度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第三世界，自视甚高，你都生活在印度了，竟然还羡慕欧美。他们觉得自己并不比欧美差，人丑嘴不甜，长得磕碜还没钱，没钱还敢乱劈腿。穷人不叫穷人，叫价格敏感性消费者。他们对日益发展和增长的世界视而不见，选择当鸵鸟。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把所有事情都说得很正面，对牛粪牛尿无比痴迷。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仅为2%，却梦想卢比国际化，结果被俄罗斯打脸，成了国际笑话。二是热衷捷径，认为短期快钱比长期慢钱好，不愿意踏实搞工业化，更不愿意搞重化工业，连化肥和子弹都造不出来。还没来得及实现初步工业化，就迫不及待进入服务业，到处都是理发店和按摩店。印度 IT 名声很大，但做的都是英美外包项目，从来都不会像中国那样专注于研发自己的核心技术。所以，中国有小米、华为、阿里和腾讯，而印度啥都没有，反而热衷于下架中国的应用 App， 罚款外国企业，虚伪的诚信比魔鬼都可怕。三是喜欢平庸。宗教让印度人低欲甚至无欲，不愿意吃苦奋斗，却又热衷于吃苦修仙，嫌每天太长，却又嫌生命太短，想搞工业化，却又不愿意搞基建。我们之前聊过印度交通，今天再简单聊下印度电力。2022年，我们的发电量是 8.5 万亿度，占比世界 30%， 美国 4.4 万亿度，占比世界 15.5%， 印度仅为 1.7 万亿度，占比世界 6%。 在印度装机容量中，印度中央政府占 24.6%， 地方邦占 30.2%， 私营电力公司占 45.2%， 既没有国家电网，又没法统一调度。富人区供电优先且稳定，贫民窟和农村供电非常随缘。电力基础薄弱，设备老化，乱搭乱拉，管理混乱，损耗严重。电力输送环节，电力损耗高达 22.7%， 部分地区更是高达 50%。 最魔幻的是，印度几乎全民偷电，对，富人也偷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有个印度新闻说，有个村子没通电，却收到了电费账单。村民表示很无辜，滚犊子。但电力公司表示，你们心里没点逼数？名义上没通电，但全村偷电，灯火通明。印度时报是这样评论的：一个村在2020年还没有通电，但他们会收到电费单，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。咋办？停电呗。其实不止个人和企业偷电，印度各邦之间也互相偷。首陀罗觉得电费就应该由婆罗门和沙地利买单，为啥？首陀罗是这么解释的：如果像其他人一样支付电费，我们与资产阶级有啥区别？毕竟我们属于不可接触的贱民，不是吗？我们既然连偷高压电都不怕，那我们为啥还要害怕政府？这就是典型的光脚不怕穿鞋的，谁穷谁牛逼，真是令人窒息的土特产。四是痴迷英语，但却只有大约 10% 的人懂英语。精英教育所创造的精英阶层，从来都只对移民感兴趣，对富民却无动于衷。他们只谈论性教育，却从不谈论教育。学习英语让印度精英成为全球科技领袖、硅谷 CEO， 但这不是印度崛起，而是印度一崛起。五是无休止辩经，印度人永远都在质疑政策合法性，游行抗议是日常生活方式。无论国家一级还是各邦一级，所有政策制定都是基于选票库，
玩弄百姓感情来获得选票，从不考虑国家整体利益。在以上因素基础上，再叠加个邦近乎独立、自由裁量权、无规则腐败和复杂选举等，印度就成了企业投资的高风险集聚区和杀猪盘。比如，印度员工罢工争取利益，这个大伙都能理解。但既然是罢工，你就理性的提出诉求，跟资方好好谈。但他们偏不，脑回路404，一言不合就打砸抢，火烧连营。有时纯粹是为了反对某项新方案，而这背后又有很多协会和大量既得利益者撺掇使坏。有时是为了大选年分蛋糕，彰显实力，刷存在感。更无语的是，有些厂子刚发完工资，工人就跑光了，等钱花完了再回来上班，气人不？就这种营商环境，谁跑印度投资建厂谁傻帽。现在欧美吹捧印度，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去印度寻找灵魂多元文化，说穿了就是营造一种假象，忽悠企业去印度跳坑。所以无论印度怎么自信，也无论欧美怎么忽悠，印度制造都是个伪命题。没钱没成就，竟然还敢造梦，这种忽悠水平连战忽局附属第3幼儿园都进不去。原因无他，这个世界既残酷又现实，像印度这种体量的国家，欲成龙象，必须先做牛马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任何发展和崛起都必须脚踏实地，都必须拿血汗去换，拿生命去奠基。